泽连斯基15号向乌克兰全国发表讲话，建议俄罗斯派代表团参加他希望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2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而此前，乌克兰议会甚至立法称与俄罗斯谈判属于叛国罪。实际上，就在派出库列巴访华的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被认为释放出3年来最为积极的和谈信号。在被主持人问到是否愿意就停火与俄总统普京谈判时，泽连斯基没有表现出此前的强硬姿态，而是表示，如果一切准备就绪，俄方同意讨论该计划，乌方可以与合作伙伴一起同俄方代表进行谈判。泽连斯基甚至强调，至于谈判对象是不是普京没有区别，但他也表示希望北约继续向俄罗斯施压。 It will depend on partners who will put pressure on Russia so that Russia agrees to sit down and think about ending the war. I think that the power of diplomacy can help. 对于泽连斯基的说法，俄罗斯的态度值得玩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乌方表态的含义及所指的计划具体是什么，俄方目前无法做出判断。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已经就第2次乌克兰和平峰会表态称，反对其中一些对俄方来说不可接受的立场。双方可能都觉得再打下去很难取得很明显的成果了，很难对自己非常有利了。双方尽管都希望和平，都希望停战，但是呢，诉求正好不一样。另外呢，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希望尽早结束冲突。现在又面临着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刻，美国总统的大选啊，所以呢，第2次会议呢，乌克兰希望在11月之前，就是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举行。外界认为，本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通话可能让他对美西方态度即将发生的巨变有了更大的心理准备。据报道，特朗普告诉泽连斯基，他如果重返白宫，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随后对媒体抱怨，如果冲突结束的代价是让乌克兰被遗忘，那乌方绝不接受。24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广州同来华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举行会谈，两国外长就中乌关系、乌克兰危机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近期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虽然条件时机还不成熟，但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克兰互为友好国家，两国元首强调要从长远角度看待和谋划两国关系。王毅强调，乌克兰是首批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一直是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和农产品最大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展现了两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双方应发挥两国合作机制作用，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将继续扩大自乌粮食进口，共同维护物流通道通畅和国际粮食安全。感谢乌方在冲突爆发初期为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撤离提供的帮助。希望乌方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乌中方人员和机构安全。库列巴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乌中结为战略伙伴，也是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乌方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乌方希望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会谈中，两国外长就乌克兰危机交换了意见。王毅指出，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3个年头，冲突还在持续并存在升级外溢风险。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习近平主席提出4个应该，为此提供了重要遵循。在此基础上，中国还和巴西联合发表了6点共识，涵盖冲突规范3原则、和谈方案3要素、人道保护3关切，以及防止核风险、保障产业链稳定等重要内容，凝聚了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得到广泛响应支持。中方认为，所有冲突的解决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前，一切争端的化解总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近期，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发出愿意谈判的信号，虽然条件时机还不成熟，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愿意继续为停火止战、恢复和谈发挥建设性作用。中方关注乌方人道主义局势，将继续向乌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库列巴表示，乌方高度赞赏中方为促进和平、维护国际秩序所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认真研究了中国巴西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6点共识。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当然，谈判应是理智和具有实质意义的，旨在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外界注意到，库列巴在访华之前在社交媒体写道：“与中国直接交流十分重要。”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在美西方宣称中国是俄罗斯国防工业最大支持者的时候，乌克兰派出外长到访中国显得十分微妙。德新社认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已经多次在俄乌欧三方进行穿梭外交，是目前世界上就俄乌冲突沟通最为直接、深入的外交官之一。这得益于中国多年来与俄乌双方都保持较好关系。应中方邀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23号起开启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高级外交官首次受邀访华。泽连斯基说过了，能够促进和谈的只有世界上的强国，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中国呢，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呢，大国当中是唯一采取一个不偏袒任何一方、劝和促谈这么一个立场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各方对这次访问呢，给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呢能够在劝和促谈在世界各国形成共识方面能够起个推动作用。在一片反对声中，当地时间24号下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Our enemies are your enemies. Our fight is your fight, and our victory will be your victory. 路透社说，这是内塔尼亚胡第4次向美国国会议员发表演讲，数量打破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创造的纪录。根据现场演讲画面，有议员在场内举起“远离大屠杀”的抗议标识。近日，俄罗斯则注意到，当天还有大约70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拒绝出席内塔尼亚胡的演讲。与此同时，在内塔尼亚胡演讲的美国国会大厦外，大批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者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高喊“解放巴勒斯坦”口号。美国国会警察和特勤局则出动了大量警力，在国会大厦附近立起数英里的围栏，并采取强力措施镇压示威。目前至少4人被捕。根据行程安排，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5号下午1时会见美国总统拜登，而哈里斯则在那天与内塔尼亚胡单独会面。据悉，特朗普将于26号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称，期待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欢迎比比内塔尼亚胡。比比为内塔尼亚胡名字的昵称。报道还称，这将是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以来双方首次会晤。在特朗普任期期间，两人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但在2020年拜登竞选成功后，内塔尼亚胡对拜登的支持引发了特朗普的不满。半岛电视台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随着特朗普11月大选后重返白宫的可能性增加，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努力重新赢得特朗普的好感。与拜登相比，哈里斯对以色列的态度看似更为强硬，但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分析，若哈里斯当选美国总统，他基本将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巴以问题上不会大改现有政策，只是可能会采取对以色列更强硬的语气。21号到23号，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在中方斡旋下共同发布《北京宣言》，为巴勒斯坦人民带来新希望。然而，在巴勒斯坦各派别齐聚北京共谋和平之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却忙着启程访美，为继续战争拉赞助，丝毫不顾及巴勒斯坦民众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7月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巴勒斯坦各派内部和解对话闭幕式，见证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王毅在致辞中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当前加沙冲突仍在延宕，外溢影响不断扩散，地区冲突多点共振。为走出当前冲突困境，中方倡议3步走。第一步是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的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顺畅的准入。国际社会应当在停火止战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合力。第二步是秉持8人制8的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第三步是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并着手落实2国方案。
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他的副手哈里斯迅速接棒，并且在不到2天时间里就收集到了足够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数。最新民调显示，哈里斯的支持率小幅领先特朗普，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接下来的选情一帆风顺？共和党方面迅速把针对拜登的攻击战术改为针对哈里斯，又有哪些新招数呢？来看报道。23号晚，哈里斯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首场竞选活动，在3000多名民主党支持者高喊“卡马拉”的声音中，哈里斯踩着知名歌手碧昂斯的歌曲《自由》的鼓点走上舞台。媒媒称，民主党方面高度重视哈里斯的竞选首秀，不仅召集了比拜登此前的竞选活动更大规模的人群，连背景音乐都是精心选择。碧昂斯这首歌的灵感来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而哈里斯也自称有1半的非洲裔美国人血统。So, Wisconsin, I am told as of this morning that we have earned the support of enough delegates to secure the Democratic nomination. And in 2024, we will win again. 威斯康星州作为决定胜负的战场州，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必争之地。这次在米尔沃基发表演讲，是哈里斯今年第5次访问威斯康星州，也是他担任美国副总统以来第9次访问该州。They're going to be making the case that she has a sort of expanded bio here. So one of her aides noted to me that she spent some time living in Wisconsin as a little girl. 17分钟的首秀演说中，哈里斯重点谈及民主党政府的一系列优先事项。在引发巨大争议的女性堕胎权问题上，哈里斯收获全场最大一次掌声。We'll stop Donald Trump's extreme abortion bans because we trust women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own body and not have their government tell them what to do. 多家美国媒体现场直播了哈里斯的首次竞选集会演讲，舆论普遍认为她活力满满、火力全开，展现出新气象。She's just brilliant. She's just the energy that's coming off of her is the energy that's coming of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Look, I mean, this is 2008 vibes already. She's done in literally 48 hours things that were considered impossible. She got the nomination. TikTok loves her. She raised more money than anybody. 路透社等媒体7月24号报道，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如果此刻就举行美国大选，哈里斯的支持率以2%的优势领先特朗普，这也是近半年来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首次领先特朗普。相比之下，在上周进行的同项民调中，拜登落后特朗普2个百分点。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在年轻选民中，哈里斯以62%对37%的优势大幅领先；在女性选民中，以52%对47%领先特朗普；在非洲选民中，更是以76%对21%断层般领先特朗普。When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recent polling coming out that shows Harris picking up ground compared with Biden, what you see is that she's picking up support amongst natural Democratic voters. 美国公共广播协会分析了哈里斯的优势所在，认为与特朗普相比，哈里斯具有后发优势。特朗普已经锁定党内提名，还公布了自己的副手是参议员万斯，可炒作的话题似乎已经到达极限。但哈里斯仍有许多悬念没有揭晓，如果成功运作，可以在11月的大选投票日之前争取到更多中间选民。哈里斯竞选团队也看到了这一点，在哈里斯火速接棒的48小时内，团队迅速调整策略，首要措施就是通过流行文化争取年轻选民。哈里斯宣布参选后，美国流行歌手查理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卡马拉就是 Brett， 帖文在仅仅4小时内获近900万人次浏览。查理上个月发布专辑 Brett， 在全球排行榜上名列前茅。Charli XCX explained in a TikTok that a brat, that girl who's a little messy, likes to party, and maybe says some dumb things sometimes. Charli's endorsement of Harris as a brat. Young social media users quickly noticed Charli's Harris post on X.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词条，并进一步为哈里斯打造直率酷女孩人设，剪辑了不少哈里斯跳舞谈笑的短片，甚至将竞选账号的主色调改为了 Brett 专辑的青柠绿色风。支持者们还迅速制作了 T 恤衫等相关周边。哈里斯扶正也改变了美国选民对本次大选是老人对决的刻板印象。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年轻人对之前拜登与特朗普两位老人之间的选战并没有太大兴趣。哈里斯顺势迅速把网络热潮转换成选票。美国国会山报称，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民意调查专家在一份文件中警告，哈里斯蜜月期即将到来。他表示，哈里斯将给民主党带来活力，但这只是短期效应。美国媒体也同时提醒，哈里斯的新鲜亮相能够带来多少热度，值得持续观察。有趣的是，根据加利福尼亚州官方记录，特朗普10多年前曾给哈里斯的竞选活动捐过款。美媒称，在加州州务卿网站上查询可知，在哈里斯寻求连任加州总检察长时，特朗普在2011年向他捐赠了5000美元，2013年又捐赠了1000美元，2014年，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还曾给哈里斯捐赠2000美元。纽约时报称，特朗普的发言人22号对此作出回应，在捐款时，特朗普前总统是一位全球商人，知道如何与哈里斯等腐败政客玩游戏并赢得游戏。现在他将完成把所有这些不诚实的政客赶下台的工作。面对哈里斯的异军突起，当地时间23号，美国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在采访中力挺特朗普，称特朗普在暗杀未遂事件中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他有能力处理棘手的问题。 You have to admire that, Trump, after getting shot, with blood streaming down his face, it could have been a second shooter, who knows? Nonetheless, was fist pumping fight. Yep. After being shot, I mean, he's brave. He has courage. And if you want a leader who's going to deal with some very, very tough cookies out there, who's going to, deal with a Putin or Kim Jong-un, or they'll think twice about messing with Trump. 此前有消息称，马斯克计划每月向一个名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捐款4500万美元，以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但在23号的采访中，马斯克对此否认。不过他表示，确实创建了一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并向其捐款，但数额要低得多。What's been reported in the media is simply not true. Okay. I'm not donating $45 million a month to Trump. And no, what I have done is I have created a PAC. It's 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Yeah. It's an organization, it's a legal entity that can receive funding. That funding can then be used to help with political campaigns. That amount is fairly small. Yeah. So this is the guy that they sent the Beaver County sniper scene and sent the pictures out. This is him. Okay. 此外，特朗普遭枪击事件近日又爆出新视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指，企图刺杀特朗普的枪手被击毙后，多名执法人员和特勤局特工站在枪手尸体旁交谈。谈话内容显示，有安保人员在枪手开枪几分钟前就已经发现了他，并发出过警告。当地时间23号，美国特勤局局长金伯利·齐特尔因特勤局未能阻止特朗普遇刺事件而引咎辞职。此前一天，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事发前特勤局曾不止一次被告知现场有一名可疑人员。How many times was the Secret Service alerted about a suspicious person at the July 13th campaign event prior to the first shot being shot? I don't have an exact number to share with you today, but from what I've been able to discern, somewhere between 2 and 5 times. 听证会上，美议员就特朗普遇刺事件对齐特尔展开了轮番质询。How long did you prepare for this hearing? 4 days, 3 days? I'm not sure the date that I got the letter asking me to be here. What are you sure of? Are you sur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Are you sure the color of your suit? I'm just tell the American people, what are you sure of? You don't even know when you started preparing for the hearing?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3号消息，特朗普计划停止举行大型户外竞选集会。报道还称，特朗普在23号晚间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他的竞选团队一直要求在竞选活动中增加特勤局特工，但没有得到相应安排。当地时间24号晚上8点，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讲话，回应退出竞选连任。
在时长约11分钟的讲话中，他呼吁美国团结，称这个国家正处于转折点。此外，拜登还表态将推动对美国最高法院进行改革。在退选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拜登把2024年大选定义为在前进和后退、希望和仇恨之间的选择，并把他的决定视为民主问题。When the decisions we make now will determine our fate of our nation and the world for decades to come. America's going to have to choose between moving forward or backward, between hope and hate, between unity and division. 拜登还表示，自己退选是为了把火炬传给下一代，并令美国更加团结。他说：“现在是时候让新的、年轻的声音发声了。” So I've decided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ass the torch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s the best way to unite our nation. 拜登称，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内，他将专注于履行总统的职责。For the next 6 months, I'll be focused on doing my job as president. That means I'll continue to lower costs for hardworking families, grow our economy. I'll keep defending our personal freedoms and our civil rights, from the right to vote to the right to choose. 拜登还在讲话中提到，自己将一如既往地为盟友提供帮助，提到了继续支持乌克兰平息巴以冲突等国际事项。此外，拜登还称赞副总统哈里斯经验丰富、坚韧且能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合作伙伴。She's experienced, she's tough, she's capable. She's been an incredible partner to me and a leader for our country. Now the choice is up to you, the American people. 自拜登宣布退选以后，特朗普于22号公开质问，表示拜登是否适合在未来6个月里继续管理这个国家。与此同时，其他共和党人也迅速发起猛烈攻势，强烈要求拜登立即辞职。I think that moves away, especially next week. You probably don't talk about him. People start thinking about him differently. And the main focus of Joe Biden was what I've talked about for the last year. He's just not the same person. It wasn't till the debate till the rest of America saw it, and that's when you started to collapse. 事实上，拜登年迈的身体状况长期以来都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共和党主要的攻击目标。无论是在飞机前梯上摔倒后爬起来又摔倒，还是在演讲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以及在重要场合的严重口误。Ladies and gentlemen,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Putin. We're going to beat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Zelensky. I wouldn't have picked Vice President Trump to be Vice President. I think she was not qualified to be president. 美国媒体分析指出，抛开此前与特朗普的首场辩论中的灾难级表现，以及后来的特朗普遭枪击事件外，拜登的健康问题才是导致他最终退选的最大原因。214金门恶性撞船事件延宕至今已经超过5个月了，然而遇难者家属仍然没有能等到台湾方面的道歉和赔偿，甚至连2位遇难大陆渔民的遗体依然被扣押在金门，无法入土为安。据报道，两岸原定于24号在金门就事件进行协商，但因台风影响而被迫改期。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回应表示，目前正就此进行沟通，希望能够妥善协商解决相关问题。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看到公告，就是受今年第3号台风格美的影响，7月24日，5通客运码头下金航线全天停航。我们希望就此呢保持沟通，妥善解决相关的事宜。今年2月14号，台海巡部门在金门县北定东0.5里海域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艘大陆籍快艇，之后对该大陆船只进行追击，并导致其翻覆。事故导致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当月20号，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人陪同6位船员家属抵达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包括确认遇难船员身份，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台湾方面以粗暴和危险方式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翻覆，人员死伤。但事件发生以来，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多轮闭门协商，依然未能达成共识。2位遇难大陆渔民的遗体依然被扣押在金门，无法入土为安。这种对待逝者的不敬，不仅令遇难者家属心碎，更是对两岸关系的严重伤害。国台办连月以来多次强调，214恶性撞船事件善后迟迟未能得到解决，根本原因是民进党当局相关部门出尔反尔，推卸责任，给善后协商设置障碍。
台湾有关方面只有正视问题，满足家属要求真相、道歉、纠责、赔偿等合理诉求，事件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台湾方面陆委会23号发声明指，有关214金门事件，双方商定于24号在金门后续讨论。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此次协商原本预定将遇难者遗体和船只送回大陆，大陆原定派海协会有关人士参加，双方将签署一份协议，包含事件原委描述、赔偿金额、道歉方式等。据报道，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已经到达金门。有台媒记者在24号的国台办记者会就此询问，这是否算两岸官方初步恢复谈判？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回到9·2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来，两岸对话交往才不存在障碍。214金门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福建海警局将加强海上执法力量，在下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行动，进一步维护有关海域作业秩序，维护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此后，福建海警多次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巡查期间，海警舰艇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警戒护渔、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执法巡查。近日，有个别岛内媒体报道称，大陆海警所谓双标执法，威胁、恐吓并驱赶台湾渔船，对大陆3无渔船却视而不见。朱凤莲强调，有关报道完全歪曲事实，别有用心。目前呢，正处于伏季休渔期，海警部门依法执法，维护相关海域渔业生产安全、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事实上，真正挑动两岸对立、破坏两岸民间交流的，正是民进党当局。台湾赴大陆旅游禁团令6月生效，中国国民党及民众党本月16号提议解除组团赴大陆观光之限制，并优先开放大陆观光客寻小三通、赴金马棚等外岛旅游观光。蓝白联手以60票赞成碾压绿营48票反对，台立法机构通过此项决议，这原本给了因阻碍岛内民众组团赴大陆旅游而不得人心的民进党一个台阶下。但陆委会回应称，尊重决议却不遵守，妄图将禁团令存在障碍的责任甩锅给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和岛内业界诉求，迟迟不解除禁团令，是在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的正当权益，严重侵害台湾旅游业界的利益。上月，大陆方面发布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司法文件，并清晰阐明，针对的是极少数涉毒言行恶劣、谋独活动猖獗的台独顽固分子，不针对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但民进党当局恶意炒作，故意将广大台湾民众与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台湾方面陆委会上月还提升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为橙色，宣称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行。深圳卫视注意到，岛内知名网络博主韩国人本月13号发布了一段在桃园机场搭机到上海候机时被陆委会人员征询填写相关信息的视频。这是陆委会的，对，我们是陆委会来做宣导。好。然后我最傻眼是他要我们填一个紧急联络人的这个资讯，也就是让不知道的人感觉好像今天去大陆是一件很可怕的。面对舆论批评，台陆委会却甩锅给外包人员，宣称当时没有派公务人员到机场。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还说，这是自愿性质的。在24号的国台办记者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对此回应称，民进党当局这种做法完全是政治操作，以各种借口通过各种方式干扰阻挠两岸交流。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害怕其精心编造谎言被戳穿。来过大陆的台湾民众都非常的清楚，大陆完全不存在所谓的旅行风险。民进党当局恐吓民众的伎俩是唬不了人，也拦不住人，只会加大民众对绿色恐怖的反感和反对。实际上，岛内民众赴大陆旅游热情持续高涨。据台交通主管部门统计，今年1月起今，台湾赴大陆旅游观光的人数已超过100万。本月中旬举行的2024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吸引大陆12个省份的文化和旅游部门及企业共155人参展，4天吸引28.2万人次进场。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中提到，许多民众对大陆旅游很有兴趣，不少人直接向大陆方面参展人员询问当地旅行社联系方式，你抵达后再报团。还有岛内旅游业界人士表示，尽管民进党当局近日提升民众赴大陆旅游警示至橙色灯号，但桃园机场、松山机场暑期以来每天飞大陆的航班都是客满状态。